这一次俊谷是来到了八坊13巷哦，这里相当于是大西北的一个古镇。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八坊13巷全景砖雕，它的长宽各是9米，是由916块青砖拼接而成。画面由绘画大师精心绘制，再由雕刻大师纯手工雕刻，整个场景与八坊13巷肌理高度吻合。无论您站在13巷的哪个位置，都能够在砖雕图上找到对应点。人物、建筑处处透露着八坊的民俗文化，周边展现了宁夏特有的景色，河景八图，例如鸡石雄关、黄河大坝、牡丹长廊、松明岩等等，总共耗时9个月雕刻而成，堪称砖雕之最。这个八坊13巷是坐落在甘肃省临夏市的市中心里面哦。早在唐朝就有大食，也就是现在的沙特阿拉伯，还有波斯等国商人和宗教人士在八坊一带来往经商、传教和定居，逐步修建了8座清真寺及教坊，形成了一个为寺而居、为坊而商的居民区，形成了8个教坊、13条街巷，所以被称为八坊13巷。哎呀，如果说你关心的，就累了嘛。走在这古巷道里，给到我的感觉一点都不古老，两边的建筑看起来刚被翻新过不久。巷道的墙壁上大量运用了砖雕来做装饰，砖雕的内容非常丰富，雕刻十分精细。在我后面有一块砖雕，上面全都是福字啊，总共呢是有77个，是咱们汉字当中啊福字的几乎全部的写法都在上面了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福字。宁夏砖雕是地方传统美术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。它源自北宋，成熟于明清，到近代，它又吸收了绘画、木雕的艺术特色，使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更加完美。这一幅砖雕是叫做百鸟朝凤，非常的精美啊。这里有一块砖雕非常有意思啊，这里展示的是茶马互市的场景。你看这里呢，还有流传到现在的绣筒文化。这个绣筒文化就是交易双方呢在绣筒里面呢去比划价格，然后呢就不会让周边的人呢知道。这是八坊民俗馆，这里原来是马占鳖之孙马安良之子马廷阳，人称3少君的私邸。至1928年，大公馆形成了占地十分宽阔的3进或4进式四合院，院中有正院4座，院中套院，院院相通，亭台楼阁，曲径回廊。正院之外有占地宽广的后院、南院、车院、花园及库房，与正院相连。后院储存军用品，南院为车马院。整个建筑群四周均有高大的围墙及哨楼，兼具军事防御功能。建筑仿照了北京四合院的形制，融入了回族的砖雕、汉族的木雕、藏族的彩绘等众多地方特色文化，代表了宁夏地区建筑极致水平。大公馆几经战火和人为损毁，现仅存3少军府部分建筑，不足原有建筑的1/10。在八坊13巷，除了看砖雕以外，这里还有各种民俗展览馆，街道上也有各种各样为游客准备的店铺。据说这里的夜景也很不错，建议大家晚上再过来逛。我在这里并没有停留多久，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东宫馆。我现在又来到了东宫馆了，就在这个八坊13巷的旁边了。刚刚扫码进来了，这座东宫馆呢，可是一个大人物的房子哦。这座由青马家族修建的宫馆极尽奢华，原本是准备修建给其眷属居住的，无意间为中国的砖雕艺术留下了一座极具宝贵的大观园。东宫馆于1938年动工，1945年建成，历时8年。这是一座田字形的庄园，布局匠心独具，正门为西洋式建筑，门道和过庭风格不同，作用各异。正院主屋为3层5间大楼，框架为28根通天柱构成，两端是2层转角楼，东西南为大5架旧式厅堂，西北西南皆为四合院，东西南北各5间。修建东宫馆总共用去各类砖60多万块，瓦片有100多万叶。进入西洋式建筑特色的正门，一幅百子图，葡萄累累，使人垂涎欲滴，雕工精细，玲珑剔透。东宫馆随处可见取材广泛的砖雕作品，一幅幅以立意新颖、造型生动、雕工细腻、技艺精湛而著称，堪称砖雕艺术的大观园。这个庭院呢，现在就成了一个字画的展示厅了。这边是各式各样的展厅哦，你看这边呢也是一个民俗展厅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不是画哦，而是刺绣。这对面呢还有一个古钱币展厅。
现在在这一座东宫馆的周边啊，都是高楼大厦了。后面这一棵还是梨子树啊，我在上面呢看到一个果实了。这座东宫馆的建筑结构啊，大概是仿制了北京的四合院啊。它整座建筑啊，也是融合了回族的砖雕以及汉族的彩绘。看完东宫馆之后，我沿着街道走回停车处。沿街我看到许多有趣的店铺，一家专卖马鞍马带的手工艺店铺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我忍不住进入里面看看。店铺里有着各种各样跟马相关的东西，堆满了整个店铺，只留下一条过道。这是真皮的马鞍，上面还有一个皮桶，还有木头的马鞍。这些呢都是旧货了。看一下这个马鞍，非常的精美啊！继续往前走，我发现街道边上一群人围着几个烧水壶在看。这种烧水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他们本地人把这种水壶叫做火壶。这个壶叫什么壶啊？在你们这里？这边这个我们那叫的叫火壶。火壶。我们现在全部用电了嘛，这是用柴火烧的嘛。哦，它这个水在这个壶子的周边吗？对。锅炉。哦，就是一个锅炉。哎，这就是烧水的嘛。哦。跟那个一般的水不一样。啊。香得很。是铜做的啊。对，铜。这些壶除了那个，这些壶都是上100年的了。摆在这里的这些壶都是用来卖的。对。啊，一个卖多少钱呢？看要哪个了，价格都不等。比如说这个。这个。啊，比如说这个。对。这个500。500啊。火壶，哎，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壶子。你们这里卖衣服还卖这种壶啊？这是附带的。附带的，兼职。回到车上已经接近傍晚时分了，我直接去到本地一家非常出名的手抓羊肉店，吃一顿本地菜，结束我的宁夏一日游。我现在是来到了当地的一家特色美食店了，叫做清真二撒手抓总店。这一家店好大呀！你们这个是叫做三炮台还是叫做八宝茶？八宝茶对吧？对。有4样配料啊，糖、茶、红枣，还有龙眼。加多少自己挑。普通的手抓，羊背子、羊脖子、羊肋条啊，这些都可以点。最好的部位是这个肋条，这个比较瘦一点。那我就来这个肋条啊，纯肋条1斤。这个八宝茶跟三炮台有什么区别啊？八宝茶跟三炮台啊，不一样啊，就是用的材料不一样。都一样。茶叶够不够？茶叶再放一点点。够了。够了。好。八宝茶。好的，谢谢。原来他们说的勒子肉啊，其实就是羊排。甘肃手抓羊肉以宁夏制作的最为著名，这道美食在这里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。虽然说有很多肥肉，但是呢，吃起来啊，真的一点都不腻。阵阵的清香味扑鼻而来。过去都在沿街的摊点售卖，路人直接用手抓着吃，这便是手抓一词的来历。手抓羊肉也是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之一。手抓羊肉有一种近乎原始的感觉，越吃越馋，味道使人经久难忘。它作为宁夏的传统美食，又感鲜美光泽，味道香醇可口。满满一大盘肉都被我吃完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来喝一碗三炮台啊，刚刚好。八宝茶。清香啊，带有一点枣子的味道，还有一点甜。Good。
反正先看着差不多，看着行。